在炎黄子孙的心中啊，春联不仅仅是对联，更是寄托了吉祥和美好愿望的载体。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精心挑选或亲笔书写一对对联，贴在大门的两侧，以迎接新年的到来。那为什么过春节要贴春联呢？它有什么用处呢？贴春联这个习俗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家好，我是大明。春联一开始不叫春联，而是叫桃符。据说贴桃符的起源很早，当时贴桃符是为了来驱除妖魔鬼怪。这里又有一个传说了，当然这古代的这个传说很多呀。那说的是什么呢？有一种极其凶残的这个怪兽，经常作恶，危害百姓，却又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降住它。后来有两位专门除妖的这个神仙，他们用桃枝降住了这个妖怪。根据之前研究的线索我又继续了探索了下，推断出来一个故事。之前视频中提到过，天上出现了10个太阳，导致河流断流，这个庄稼干枯，民不聊生，历法也彻底混乱了。各路妖魔鬼怪也趁机出来祸害人间。大羿射下9个太阳后，成为众生的英雄般的人物。谁成想，大羿射下9个太阳，这个是大人物的10个儿子中的9个儿子。大人物这个痛恨他联合大羿的这个徒弟，将大羿杀害。凶器是什么呢？很特殊，大羿被他的这个徒弟冯蒙用桃木大棒打死。大羿死后成为统领万鬼的宗主神，所以大羿虽为鬼宗，但惧怕桃木。这个妖怪是这个宗主神下面的这个小喽啰。皇帝手下的2位大将神荼和玉律就是专门除妖组合。那个时候不像后来有了哥俩的这个门神画像往门上一贴，这就齐活了。可不是这样。那个时候没有画像大家就把他们的名字刻在桃木上，桃木就挂在门上，只要有这哥俩在就好使。妖魔鬼怪便不敢靠前了。还有一个传说，说东海里有一个风景秀丽的桃都山，山上有一棵翻曲3000里的大桃树。我的个娘，3000里你大家可以想想有多高树顶有只金鸡，这鸡站的也挺高。日出报晓，这鸡的嗓门也不是一般的鸡这棵桃树的东北一端有一个拱形的枝干，树梢一直弯下来，挨到地面，就像一扇天然的大门。各种的妖魔鬼怪要出门就得经过这个拱门。每当清晨金鸡啼叫的时候夜晚出去游荡的这个鬼魂就必须得赶回来。在大门两边站岗的这俩神人就是这俩哥们儿。如果鬼魂在夜间干了伤天害理的事儿，神荼和玉律就会立刻将他们捉住，用绳子捆起来，送去喂神老虎。因而所有的鬼魂都害怕神荼和玉律。也不知道是谁在民间就流传开，用降鬼大神神荼和玉律和桃木驱邪辟邪的习风。大家发现了吧？传说中的故事很不同，但目标结果是一样的。人们用桃木刻成神荼和玉律的模样，或在桃木板上刻上神荼和玉律的名字，挂在自家门口。后来这样的桃木被称为桃符，这样桃符便流传下来了。据《宋史·蜀世家》记载，古代后蜀主孟昶每年除夕命学士为祠，题桃符，至寝门左右。末年，学士辛寅训卷词，常以其非公，自命题云：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是最早出现的一副春联了。孟昶写的这个上联的大意是
新年享受着先代的遗泽。下联的大意是佳节预示着春意常在。距今1064年的宋代以后民间新年开始悬挂春联，并且就非常普遍了。记着小时候学过的北宋诗人王安石的一首《元日》，诗中是这样描写的：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大概意思是说在噼里啪啦的爆竹声中送走了旧年，迎来了新年。人们迎着和煦的春风，开怀畅饮着屠夫酒，家家户户都被太阳的光辉照耀着。每家每户都在新年的时候取下了旧春联，换上了新春联。这就是当年过年真实的写照到了明代，人们开始用红纸代替桃木板，出现我们今天所常见的春联。到了清代呢，撰写对联已经成为一种深受文人学士喜爱的文化活动。他们普遍认为题写对联是一种高雅的才艺展示，能够展示自己的文学造诣和审美品味。因此无论是书法家还是普通的文人，都乐于通过题写对联来互相酬应和赠答。书法家们尤其喜欢以对联作为自己的创作对象，他们挥毫泼墨，用精湛的笔法和对仗工整的词句，创造出一幅幅精美的对联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也成为文人之间交流感情、相互赞赏的重要媒介。是不是有点像现在希望来一个点赞、关注加转发的意思？后来对联还传入了越南、朝鲜、日本、新加坡等，这些国家至今也保留着贴对联的风俗。就这样，在大门门框两端贴对联，一定是大门外户门这个家里卧室门贴红纸黑字的对联，可不对劲千万别这么干。并且你可不能像平时写字那样随意，对联的书写需要请懂写毛笔字的老师高手甚至是书法家来书写各种寓意的对联内容。对联向门上一贴，不大不小，气派十足，象征着每一户人家对新年的一种愿望和期盼。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的习俗有所不同。有些地区会在除夕早上6点到中午12点之间，因为这段时间被认为是阳气最旺盛的时刻，大吉大利。有些地区呢，贴对联的最佳时间还可以是腊月29的下午1点到3点。在这个时间贴对联，寓意着来年红红火火，非常吉利。不管是什么时间贴对联，都要将旧春联撕下来撕破，再贴上新的对联，寓意是除旧布新，希望新的一年好运连连对联是中华语言独特的艺术形式，拥有严格的规矩，比如字数相等，断句一致。咱们拿一个对联，咱们说道上联一帆风顺，年年好。那下联对什么呢？下联肯定就要对万事如意，步步高。上下联均为7个字，断句一致，表达了良好的祝愿和期待。还有一种呢，平仄相合，音调和谐，传统习惯是仄起平落，比如上联风拂杨柳千条线，这个线为仄声；下联雨润桃花万点红，红呢为平声。这个线呢，我们是分为4个声调，对吧？那就是先、弦、显、线。那么千条线呢是4声线的发音，所以呢3、4声是仄音。我们拿这个红来看看就是轰轰哄哄。那么
雨润桃花万点红，它就是一二声的二声，所以呢它就叫为平声。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呢？词性相对，位置相同，一般称为虚对虚，实对实。比如说上联春风又绿江南岸，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名词。下联呢春风更润塞北田，名词、动词、形容词、名词、名词，对吧？在这幅对联中，春风对秋雨，绿对润，江南岸对塞北田，都是词性相对，且各自在上下联中的位置呢也相同。还有一种就是内容相关，上下衔接。咱们举一个例子，说上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那下联呢就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上下联通过声声入耳和事事关心的对应，将读书声与家事国事天下事紧密地连接到一起，表达了读书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这要求上下联在内容上要有一定的联系，形成一个整体，表达了一个主题。还有一种就是节奏相应，停顿一致。比如上联说喜居宝地千年旺，下联呢就是福照家门万事兴。这幅对联追寻了2-2-3的节奏停顿，通过了喜居宝地和福照家门的吉祥寓意，祈愿家运昌盛，兴旺发达。你看上下联停顿的地方必须是一致的，以保持节奏的和谐。在这里大明也要为大家献上一副对联，上联世界共祈和平景，下联人间共盼富足年。这个里面还有个横批和月丰年，这个横批往往就有点画龙点睛的妙处了。同样的寓意的事情还有挂大红灯笼和贴福字以及财神像等。福字特别有意思，还必须得倒着贴。那路人一念福到了，这也就是福来了，福到了。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跟西方的平安夜差不多。华人家庭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饺子的做法是先和面，这个和字就是和，饺子的饺呢就是交的谐音，和和饺又有相聚之意，所以就用饺子来象征团聚了，就在一起了。节日喜庆的气氛要持续1个月。正月初一前呢有祭灶、祭祖等仪式，节中呢有给儿童压岁钱、亲朋好友拜年等典礼。节后呢半个月呢又是元宵节，到那个时候花灯满城，游人满街，盛况空前。元宵节过后呢，春节才算结束了。春节真是让人心里暖洋洋的，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吃着团圆饭，看着春晚，那气氛简直了，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被抛到了九霄云外去了。鞭炮一响再来吸一口气，这就是年味儿了。我仿佛还能闻到那凉爽的空气中夹杂着鞭炮的烟味儿。你别说，那种味道虽然说有点呛但真的是年味儿，这就是回忆的味道吧。新的一年嘛，就是有新的气象，咱也不说什么大话，就希望家里的人呢都健健康康的，工作呢都顺利，孩子呢学习进步，自己呢也要多努力。就这样简简单单快快乐乐过个好年，迎接新的一年。